迎收看关键时刻。桌球之乱延烧之后，桌协他怕了，他马上放软来道歉。但是对于中美两国，对于习近平，对于川普来说，他们永远不可能会退缩。原因非常简单，《华尔街日报》今天写了，习近平叫何立峰接掌对美贸易的谈判，中国准备好要玩硬的。什么叫玩硬的？我们都知道，在中美的第一阶段谈判的时候，就川普第一任的时候，他们那时候有形容，中美第一阶段的经贸协议被视为在中国19世纪中期签署的不平等条约，并且用了几个字，他说叫做百年国耻。当时签下了这个贸易协定的人叫做刘鹤，他说刘鹤你太烂了，你太温和了。而现在何立峰他不会这样，因此习近平他这次在中美谈判里面，他说了我不要迎合美国。在这么强势之下，你看到美国人是怎么样去看川普的？他说川普就跟 Taco 一样，为什么会叫 Taco？ 叫做 Trump always chicken out， 你是一个弱鸡，你就是一个胆小鬼。所以是从现在对于川普来说，既然我不能退，那我就对中国杀越大杀越凶，我要跟全世界证明，全美国人证明，谁跟你是弱鸡？对，没错。事实上，川普目前为止是被美国媒体上上下下都笑他，说是 Taco。好，Taco 就是这样的。你看川普，然后穿着这个鸡，因为川普 always chickens out， 就是永远的遇到这个阻碍的时候，他就往后撤。胆小鬼。对，胆小鬼。所以你看他被笑成这样，所以我跟你讲，接下来他对中国的谈判，他能够退让吗？不能够退让嘛。所以好，他既然不能退让，只能往前。好，那另外一边来说，中国会不会退让？中国来说话，习近平他似乎意识到，我之前呢跟你在谈判的时候，我强硬呢，后来美国在这个日内瓦里面来说，你就有一点退缩，所以他现在也不会退让。尤其是《华尔街日报》讲了，你看何立峰接掌对美国贸易谈判，中国准备好玩硬的，play hard ball， 就是准备要跟你硬碰硬的一个状况。那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说真的，针对这几年的时候，在这个川普第一任期的时候，当时由刘鹤跟美国达成了第一阶段的贸易谈判。对，那时候里面来说啊，事实上习近平一开始是不愿意同意的，但是后来呢，刘鹤一直说啊，我们跟他签啊，我们不签的话，可能会对中国经济造成很大的影响。后来签了第一阶段的贸易协定，那中国是说要跟美国买很多商品嘛，就被他签回来之后呢，这个被很多中国网友踢说这个是我们中国的现代版的不平等条约啊，说是叫做百年国耻。对，那因为后来爆发了这个 COVID-19 嘛，所以习近平呢没有执行这样。但没想到，川普也离职了，所以好像这件事就当成没这回事。可是问题是，川普2.0回来，他要逼你就范啊。可是习近平有可能会就范吗？如果真的再签的话，那怎么办？我变成是百年国耻又套在我的头上啊。对，所以习近平做了一个动作，他准备他斗谁？他把刘鹤的儿子清洗掉，告诉你什么啊？过去那种亲美势力我都完全不要啦。他当然清洗刘鹤的意思就是告诉你说，我现在不会对你放软，我会对你强硬。所以何立峰接到习近平的命令很简单啊，跟他玩强硬的，千万不要任何意的妥协。所以就知道说，事实上这一阶段的中美贸易谈判，双方都是硬碰硬的一个状况。因为刘鹤，我们昨天不是讲吗？刘鹤事实上他本身呢是有留美经验嘛，对，他念过哈佛的这个课程嘛，所以某些程度他知道美国的，那他的某些立场上面跟美国是比较接近的。就后来这个习近平看到这个协议，就说没赛啊，把它拖掉。所以对于习近平来讲，刘鹤在他眼中，对，你就温吞嘛，对，没错。好，你要强硬啊。当然后来因为这个美国再把这个贸易的这个所谓关税往上调了之后，后来在2020年初的时候，这个刘鹤才又去跟这个川普签了这个协约嘛，这个条约嘛，这样一个状况嘛。好，那你知道事实上现在接替他的人是谁？是何立峰嘛？对。那何立峰跟刘鹤就不一样喽。我们刚才不是讲嘛，刘鹤有留美的经验嘛，何立峰是完全没有留美的经验，所以他跟美国人他不玩美国那一套。所以呢，他是这个习近平的期间好友。我们说过嘛，这个他跟这个习近平跟彭丽媛结婚的时候，他是伴郎嘛，对，然后他们一起打篮球嘛，所以他就跟他很熟嘛。那他能够忠实的这个承接这个习近平，你要怎么样？我大概知道习近平呢，你到底想要做什么？所以他的目的很简单，你看，习近平跟这个何立峰说，绝不要重蹈覆辙。那这一次习近平任命的这个代表是他和他一样坚信国家管控立场的何立峰，并且授意说不要迎合美国。对，所以很简单，就是不要迎合美国。那事实上这一次的谈判过程，我们现在看到很多照片，就日内瓦协议里面的很多照片嘛，对不对？看起来的话，的确
他这个何立峰呢，都一直没有妥协的一个状况。根据中国官员接触的人说，习近平并不接受这份协议作为蓝本，因为原本是要说用第一阶段作为蓝本嘛，对，因为该协议要求中国大幅增加对美国商品的和服务的采购，而且几乎没有对美国提出任何要求，所以他还是不满的。他当然不满第一个阶段的这个状况，可是我跟他讲啊。事实上，这个刘鹤有点背锅。为什么有点背锅？说真的，这些所谓贸易谈判最终也不是刘鹤能够决定的。为什么？因为一定是习近平的意见嘛。刘鹤有办法说服习近平的，当然没办法。所以在上一任的时候，我觉得习近平真的就是习近平，他现在就是说啊，没有不是我签的，是刘鹤签的。好，所以既然是刘鹤签的，所以怎样要怎样整刘鹤？整刘鹤？当然整刘鹤啊！为什么整刘鹤？就变成一个背锅仔。当然成为背锅仔。我跟他讲，超衰的。我跟他讲，这绝对不可能是刘鹤自己说，我要去达成这个贸易协议，一定是习近平的授意。但是习近平不可能承认是他，所以他一定就是整刘鹤。好，怎么整刘鹤？你看，这是在之前的这2022年的时候，中国严厉打击这个金融业，调查太子党。然后这个有一个天科叫天一资本或天科资本，它的创办人刘天南是前国务院副总理刘鹤的儿子嘛。所以就是整刘鹤嘛，整刘鹤的儿子嘛，哈，就在2022年的时候，你知道，当时媒体说什么？刘天南的一个前同事表示，他已经受到调查一段时间，至少6个月，然后他已经失去了自由，这意味着他已经可能被逮捕了。好，那为什么被逮捕了？很简单，因为呢，他这个刘天南之前跟蚂蚁集团，我们知道蚂蚁集团之前的这个马云那些人，不是要准备把蚂蚁 IPO 吗？对，有370亿美金嘛，对，那370亿美金里面来说的话，很多人拿了这个 IPO 的扣打，有传言就是说，这个刘鹤的儿子刘天南拿了非常多的扣打，拿了非常多扣打，准备了在这个所谓这个蚂蚁集团这个上市的时候捞一票，所以呢，事实上这件事情让这个习近平非常的不满嘛。好，那除了这个之外来说，还有什么事情呢？因为那2023年的时候，那时候间谍气球发生嘛，就是中国的这个间谍气球发这个到美国的这个本土上空嘛，然后双方没有互动的这个状况。就后来呢，叶伦他到第一个时间，叶伦是第一个到北京去访问的，在这个热气球事件之后，就让叶伦做了一件事，他说呢，我要跟谁？我要跟刘鹤见面。那这个当然会引得让这个习近平都觉得，那你为什么又指明要见刘鹤？那到底是怎么回事？叶伦到底是要害刘鹤，还是在挺刘鹤啊？对啊，所以我就说他因为这样的状况嘛，因为他在这个中美的贸易谈判是属于鸽派的这个状况，所以因为鸽派的关系，好，那你看你这个叶伦来这边又要见刘鹤，所以那事实上他在20大之后呢，他就慢慢的失势，然后后来还有所谓他儿子被调查，所以这就告诉你什么？告诉你说习近平呢，他为什么要打击刘鹤？因为刘鹤就是个非常标准的对美国的鹰派啊，鸽派，所以我现在把鸽派最大支的把它干掉。那告诉你什么？我们中国我们只剩鹰派了，我们只有鹰派，没有鸽派。那不只要打击刘鹤，我要打击刘鹤的儿子给你看。所以事实上就是这样。所以要告诉你说，事实上现在习近平的态度完全不一样。他就是要跟你硬干到底 ，play hardball 这样一个状况。那当然了，何立峰来说，我觉得某些程度当然可以代表这个习近平的意志。好，那我讲，那因为呢，我觉得两个都在玩这个硬的这个游戏，那为什么会达成这个日内瓦协议呢？所以日内瓦协议呢，就是虚的，没多久之后，双方都破坏日内瓦协议。日内瓦协议出来的时候，全球多少人想说，哇，怎么玩成这个样子？大家互相退了这么多，是，然后结果签完协议之后。大家偷偷暗自互相捅来捅去。好，我们上个礼拜这个川普不是说，这个所谓的航空的这个东西，还有这个 EDA 的这个软体，对，还有部分的这个半导体，我们不给你这个中国嘛？对，那他不是还说，这个所谓华为，你这个升腾系列用你的这个晶片是违法的嘛？对，为什么要宣布？这个不是在日内瓦协议之后吗？那为什么要宣布这些东西？表示中美之间还是互相在把这个紧张情势在堆高嘛？那为什么？因为很简单，你看这个《华尔街日报》的报道，他说中美的贸易休战因为稀土出口面临破裂的风险啊。为什么？因为事实上在当初能够达成这个日内瓦协议里面来说，有一个非常重要，就是因为原本中国有设限所谓的稀土出口到全世界的这个状况，对，特别是美国。那后来因为日内瓦协议就说好了，那我们就中国呢把这个撤回来，我们未来会把这个稀土来给这个美国的一个状况。可是问题是，美国没有这样，中国没有这样做啊。中国什么？中国在这个批准的制造汽车晶片还有其他产品所需要稀土，还有其他元素的这个许可证的时候，一再推脱。就是说，你可以拿许可证来，但是呢，我批准的时间很慢，我慢慢办。对，就是变成这样。所以这个某些程度来说，那为什么川普会知道？因为美国很多汽车业就上书给川普说，
你再这样搞下去的话，我们稀土如果没有来的话，我们汽车搞不好不能做啦，因为汽车很多零组件啊，包括马达啦，或者很多这个电机产品需要用到稀土啊，我们美国车厂要停摆，所以这件事情，川普知道他就很生气嘛，对，所以就因为这样子，所以你看。一些公司警告白宫说，如果中国不加快审批速度的话，汽车工厂可能不得不像疫情时间那样的停产嘛。所以就是因为给了这个川普这件事情，川普就生气了。川普就说：“好，那你这样说的话，那你就这个。”所以我上个礼拜才会这样说嘛。他在Truth Social不是说中国完全违反了与我们达成的协议，这对一些人来说可能并不意外，对不对？他同时还说什么啊？我不要再当好人了嘛。所以说，事实上目前为止，双方就真的开始在这个井冈棋势堆高，尤其是你看求是。上礼拜三，他们发表一个言论，对，然后美国转身就离开这个谈判桌，立即加大对中国半导体的施压力度。这表明贸易的这个问题的解决不可能一蹴而就。所以这求是，这是多么习近平的传声筒，是啊，连习近平的传声筒都已经讲哦，什么日内瓦海协议都是个没有意义的东西。是，他们怎么弄我们，我们要怎么弄回去的概念？你看他的这个标题。讲好中国经济确定性的故事，对，然后他说指出凡事从最坏处准备，努力争取最好的这个结果，然后防范最坏的可能。最坏的可能。对，除了这个何立峰之外，还有另外一个人也被人家这个谈到，就是李成钢，就是这位李成钢。那现在目前为止来说，双组合就是由这个何立峰搭配李成钢。那何立峰是一个大方向。就是说何立峰主导是习近平的意志，对，反正习近平跟我说什么，我不退让，我就是不退让。但是很多细节要由李成钢来谈判。那李成钢是什么？李成钢就真的是一个人物哦。为什么？因为他事实上他有很多实战经验，对，他长期在 WTO 的这个特使。那在 WTO 里面来说，有跟美国很多这个贸易谈判啊，这个技巧。他最有名的一件事是什么？2012年当时的时候，美国就说，美国当时的准备说，你中国没有开放这个电影，没有开放你的市场，我准备要，因为 WTO 是授权美国要对中国可以采取报复的动作。那就李成钢那时候做什么？他就说，哎呀，我把这个所谓的这个好莱坞电影的这些东西呢，我可以让你来嘛，对不对？这样就用一个小东西。引诱美国就来了，那美国后来就说好啦，这个好莱坞可以获得这个中国增长电影的这个分得更大一杯羹嘛，哈。然后他非常善于通过向美国提供一些对中国而言成本不高的东西，来为中国争取到有益的价值嘛，就这样啊。就说好，你要我开放市场，那我就说，那我开放这个电影的市场给你好不好？你好莱坞这样子啊，我1年你就开放。好，美国就说好，那我们不要对 WTO 报复，我们不要报复你，就是。赵，你知道他怎么做吗？他有审批制度啊。你来说，我觉得你这个内容不符合我们中国，还是不让你上。他还是你原本不是说要让我分一杯羹，然后最后又是跟刚刚一样，有让你来，但是只是说来的角度很慢。他说，我们还要审批，我们什么动作这样子，某些程度还是卡住了这个美国嘛。所以那事实上他就很会用这种方式，让给美国一点小小的甜头。那当时呢，美国跟中国当然没有那么剑拔弩张的时候，美国当然就会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可是问题是现在川普不是这个样子，为什么？因为川普现在面临到内部的压力很大，我就讲，大家现在都在讲什么 taco 不是墨西哥卷饼那大家就讲，为什么现在大家讲什么墨西哥卷饼交易？不是，是因为 Trump always chicken out。你看美国网络上很多人在谈小鬼，对，很多人在哭诉他。你看，就还有人弄这样子，你看 taco， 然后去这个中间吃的是谁？等一下，这也太多川普的 taco 图了吧？所以他很生气啊，甚至你看记者还问他，那前几天记者还故意问他，他说我哪有什么退让，我根本不退让，我很强硬啊。他还说这是我的谈判技巧，讲了很多。问题是，他现在就变成是大家都说你就是这样子嘛。好，那他要怎么办呢？他这样，你看华尔街不断的出现 taco 的交易的说法，然后因为川普总是很胆小退让，那有些投资人看透了，老是狼来了，那川普喊得狠，但是呢很少付诸行动，只要他说大话的时候，逢低买进就有机会赚到便当钱。哇，好懂川普。对啊，我觉得还真的有一点这样，就是他讲很大声之后，反而可以逢低买。所以呢，事实上目前为止怎么办？尤其是现在法院不是说，你这个所谓的这个关税违法吗？对等关税不能违法，那他现在怎么办？他现在如果真的退让，那不是又是 taco？所以呢，他现在就变得非常强硬啊。所以他现在要求什么？他就强硬起来了。他说这样子啊，我现在最新的这个消息，我希望在这个关税截至日之前呢，你这个礼拜3要提供给我一个最好的报价。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呢，譬如说我们台湾。我们在这礼拜3就可以主动跟川普说，好了，那我给你的提案是什么？那我希望我的税率是什么？用这样子，等于说川普要推快这个速度。为什么要推快这个速度？因为他想要对付中国。
那周边国家都谈好，我就可以对付中国，就有筹码了。现在这个打的这个范围太广泛，他没办法专一的这个对付中国嘛。所以我跟你讲，这样大家可以观察几个时间点，因为为什么？因为下个礼拜呢，就是川普跟这个习近平两个人生日都是6月中嘛，哈，会不会在6月中两个之前会有一个所谓生日会谈啊？那甚至在这个7月4号美国国庆之前，有没有办法达成协议？我觉得这都是川普心里的压力，所以他现在不会退让。问题是习近平也不会退让，所以我们就讲。这一场这个狭路相逢勇者胜，到底是谁会退让？我们看下去吧。宇轩，我们刚刚谈了，现在对于川普来说，国内压力，你就是个他口，你就是一个所谓的俗辣，你不敢去战，不可能，因为现在对于川普来讲，他一定要硬起来去对付中国；而对于习近平来讲，他现在内部压力更大。除了我们看到经济，除了我们看到民生之外，现在关于解放军的一举一动，全球都在看。今天有个很特别的讯号。这个叫做许其亮，许其亮是这个新华社这边他特别写，他是一个非常优秀的共产党员，而且呢，他甚至有到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结果就一句话说他心脏病发就突然走。这个走了，现在都觉得不单纯。现在所谓的解放军清洗，解放军的压力有到这么大了吗？这个许其亮啊，是中共的高官。以前呢，他跟何立峰的角色也是跟习近平非常靠近，也是算是福建帮的一员，所以才会说刚刚讲的嘛，久经考验的忠诚之士。但明明在5月28，其实他清晨就传出我们讲身故的消息。但身故消息有很多种版本，有人说他是跑步跑到一半呢，心脏不舒服；也有人说有其他的版本，众说纷纭。但有意思的是，官方说他6月2号12点12分呢，这才是你的死亡时间。换言之，因为中国你在死的时候，他都要安排他的布局以及相关的一些政局上的规划，所以我说你6月2号你死，你就6月2号死，好不好？你绝对不是5月28号。但这个许其亮特别在哪里？第一个。他的年纪呢，说大不大，说小不小，大概75岁左右。我举一个例子你就懂了，他跟张幼祥这是港铁同梯的。对，那张幼祥现在也是权势滔天嘛，所以75岁到底该不该在这个时间点呢？我们讲的过世，说可以也可以，说不行也不行。对，为什么？因为年纪感觉还没到嘛，不是说80几岁高龄嘛。而且你看赵尔。这是他今年1月出来的这个状况，这就是许其亮，对，穿着军服，笔挺，然后坐在位置上，感觉身体蛮健康的啊，蛮硬朗的啊，那怎么会说过了4个月突然间风云变色？6月后他就突然就猝死了？对啊，很奇怪嘛，对不对？代表什么样的政治意涵？那这个味道就很重要了。而且现在大家在谈一件事情，什么？许其亮到底是猝死？还是被吓死？我先讲什么叫做吓死，还有这种死法。许其亮这个人坦白讲也叫做兔死狗烹。为什么？因为曾经在习近平刚上任，对军方权力呢没有那么维稳的时候，需要除掉2个人，一个叫做郭伯雄，另外一个人叫做许才厚。那个时候呢，就是由许其亮呢担当这样的角色，一个一个呢把他拔除。所以他们那时候封他为还说他是军中的文胆，他是创造出属于习近平派别的新军体。所以你看这是他曾经在我们讲人民网曾经有写过的文章，说我们讲治军严格是许其亮的一个特色。对把2个人都给治出去了。来，经常呢即将奔赴战场，要求部队，而且他讲出一句名言，这个名言是什么呢？由狼所带领的羊群跟由羊所带领的狼群，两边如果相撞，领导绝对是呢由狼带领的那方会获胜。许其亮根本就是我们讲习近平的刽子手，协助他在军方呢进行非常多的清剿。那这时候你不禁想问啊，那这样的一个人怎么会在这个时间点突然不见了？来，赵尔，你看这张照片，对，中间这个人是谁？年轻的习近平。对，那你看这个人是谁？这个人就是许其亮。所以我为什么我说他跟何立峰其实我们讲角色非常类似，代表说他一直以来都是陪同习近平从福建帮一路长大、一路升迁、一路办公处理下来的人。这是他们我们讲的官方论坛曾经写过一句话，这叫公权力性公，也必须为公。来念到内文他讲什么意思啊？他说你不能搞特殊形象耍特权，你会失去民心。而且呢，红军的司令，也就是讲到说这种最高阶的干领，为什么他要加一个元字？因为代表的你只是普通的一员。对。那赵，我请问一下，公权力性公，也必须为公。那中国现在的党主席姓谁啊？当然姓习嘛。对。中国现在姓习啊。姓习嘛，所以如果习近平说什么，你就必须要听他的。所以当你看到这一篇的时候，他其实是在暗示什么？有些人就在解读说，会不会许其亮就是搞不懂说现在姓习，然后呢自己还把自己我们讲拖大，所以最后面呢才会被处理掉。
回正，我们刚刚提到，习近平的压力是来自于哪里？第一个是解放军内部的压力，第二个是什么？经济问题。经济问题从哪里看得出来？我们昨天特别提到哈佛大学跟川普杠上，而且还在这个毕业典礼400年第一次找了中国的女孩子上去讲这个毕业典礼的话。这个女生大家一定都知道，蒋雨蓉，大家都有看过这个画面。没有想到我以为是哈佛跟川普的事情，没有。原来这件事情，现在蒋雨蓉回国之后被国内人骂翻了。这骂翻的时候，连胡锡进都出来讲话，他说：“你为什么会被骂翻？都因为跟社会资源的分配公平问题是有关系。什么概念？跟阶层有关，让这些底部的人民对于经济，你过这么好，我过那么差。我跟你讲哦，真的是他这样一出来之后呢，我本来他以为是我应该我在这个400年来第一个在哈佛大学里面演讲的中国人的骄傲，结果被骂翻了，你知道吗？2个字，恶心，恶心。大家就骂他，为什么？他就说，他说你这样子整个言论都是左交啊，他们说而且是白左，什么叫白左？白人左交，意思是你自己说你是一个中国人，你都美国籍了，还在那边以中国人，真正的中国人，真正靠自己的中国人，怎么可能轮得到他们在这个殿堂上那边讲话？第二件事情，他说，你这边讲什么我4年然后打工然后筹学费，他说那就请你教大家如何用4年的时间可以筹到50万美元的学费。所以大家都心里还有人骂他又不要又当又立，靠背景靠爸爸，不丢脸的嘛？丢脸的现在酸成这样，他说丢脸的是又靠爸爸，还要假装自己是自立自强。所以这就是为什么你刚刚提到胡锡进讲他说这个整个所有的问题出在哪里，就是社会阶级分配的问题嘛。所谓是什么叫社会资源分配的问题？简单一句话，就是你就是富二代。那你现在让你的中国人不爽的是，你就是一个靠爸爸的富二代。结果你在那边讲的一副你打工，你小时候被什么霸凌，然后你去英国念书怎样扯一大堆，然后所以它里面的每一张照片，不就是每个都过得很好，吃喝玩乐，是这样，然后大家越看。中国网友就火就起来了，然后他们讲说你那边从头到尾就是靠你的背景，就是靠你的家人，你还要装的一副靠你自己，恶心，就这2个字，哇塞，骂的很多很凶，你知道吗？然后我想说，哇，这个中国人骂美国人都没有骂那么凶，但现在问题来了，大家你就挖出他爸爸是谁？原来就是中国绿发会也就是中国生物多样化保护跟绿色发展协会的一个主任。那呢，大家都讲说，你这其实就是个官二代，所以呢，家境背景应该是后面有靠山的。然后他自己这边讲，我自食其力，父母从小分居离婚，跟爸爸鲜少接触，妈妈颠沛流离。但是他在高中的时候就考取了英国学术最严格的高中，不是颠沛流离可以从中国颠沛流离到英国去。你们公开我棒嘎，所以大家就心里想说，你不要再叫蒋雨蓉了，你要改名字，讲笑话，讲笑话嘛，你从头到尾讲的就是笑话嘛。所以呢，你就会觉得，他两面不讨好那另外一个层面呢，就是说，现在也越来越多人去爬出他，包括美国的一个 YouTuber 爬出他说什么，哇塞，你自己这边讲说什么人类命运共同体啦，如果今天有一个小男孩死于一场从未发动也未被理解的战争，我的一部分也和他一起死去，然后就有人讲说，不好意思你们中国维吾尔族人有200万人被关在那个劳动那个劳改营里面请问你有跟他们一起死去吗？没有。然后反走过必留下痕迹。你现在被人家挖出什么？被人家挖出2024年4月20号的时候，也就是呢，中国驻美大使谢峰应哈佛大学甘乃迪学院大中华学生会的邀请，当然也就是他们邀请到那边一个进行演讲。演讲叫《中国式现代化人类命运共同体和美中关系》。哇塞，题目还跟他自己演讲题目一样。结果后呢，有一个台湾学生有2、3个台湾学生，包括吴廷华，他们这边抗议你剥夺香港人的自由。他们就去抗议谢峰就他竟然被一个人揣着，就被拉走了，就拉走，传他是谁？是叫一个周鸿祺这个人是谁？就是中国留学生学会的一个主席。后面有一个穿白衣服的在盯场，白衣服盯场是谁？结果现在被人家发财，就是蒋雨蓉。就蒋雨蓉当时他是直接看着他被拉走，
你不是说人权很重要吗？什么看着他被，搞不好就是他指使他把他拉走的。你不是说大家都有言论自由吗？你不是说人类这个休戚与共吗？你不是说啊每个人都应该有什么自由发表的空间吗？结果你活生生就是这个他，就是他，对，就是那个白纸刚刚晃过了，就是你活生生就在这个美国的这个大学里面。把我们台湾留学生的台湾人的学生的一个言论自由给剥夺了，所以你说这个人恶不恶心啊？就是讲出这样冠冕堂皇的话，但是一肚子坏心思。现在连你自己中国人都会觉得，哇，真的是让人家没有办法接受。玉凤，为什么我刚刚这样谈到这样下来，大家觉得这种底层对高层他们这么怒？因为贫富不均嘛，表示什么？我的经济上面你让我没办法吃饱，我只能眼睁睁看着别人好。不要忘记一件事哦，现在中国他们最大的驱动是什么？就是电动车。而电动车，还记得我们之前有跟大家谈过，有人形容汽车版的恒大是要出来，结果这件事情完之后，中国的这些电动车的企业说没有，谁跟你恒大？我没有，我们财产非常好。而今天讯号出来了，这是中国的工信部他开炮来导播我们看，他说他反对的是无序的价格战，将展开反不当的竞争执法。简单来讲，你这个电动车内卷的太夸张了，不就讲的是比亚迪吗？对，重点就是比亚迪。比亚迪原来是一个爱国企业的一个表征，但是呢，最近为什么会说出电动车就是恒大的翻版？谁讲的？是长城汽车的魏董说的。对，长城汽车的魏董呢，可以说是电动车的一个行业大佬，可是呢，他没直接点名比亚迪是谁，谁点出来的是工信部。工信部告诉你说，企业之间无序的价格战是内卷式的竞争典型表现，不利于企业持续研发投入，进而影响产品品质和服务水平，甚至带来安全隐忧，损害消费者权益。那大家就会想到，你讲那么多，讲谁呢？就是讲比亚迪。比亚迪最近有个海报咯，你知道吗？15.5万的一个人民币价格，竟然直接降到10万块，代表什么意思？代表他砍了33%的一个价格。你说砍了之后，你觉得消费者会赚到吗？我告诉大家，消费者不管有没有赚到，其他的行业、其他的品牌大概就先死掉了。通通死了。所以呢，你知道吗？当初来说的话，中共把比亚迪拉大，不是要你一家独大，他希望你带的企业，因为他以前做这电池的，可以一起拉大。没有想到他们在用他们的优势去卷别人，如果卷别人，那整个行业死掉了怎么办？过去来讲的话，比亚迪它的有一个东西，它不给你钱。他给你一个签证，这签证是什么？是敌链。什么叫敌链？敌链，对，比亚迪的一个链接，告诉你说呢，你有要钱的话，你不能够拿走现金，你必须得到一个电子支付，而电子支付的话，你要等到180天，甚至300多天之后才可以拿到钱。这个东西，他们还很大拉拉的告诉大家说，哦，我们这个贺报啊，我们的敌链签发累计突破4000亿。什么叫4000亿？代表说，我今天供应商把物料给了你，把这些机器设备给了你之后呢，我能不能拿到钱？我不能拿到钱，我就只到一个电子凭证，对，告诉你说180天之后钱就会进来。问题是我东西已经出去了，你180天后才给我，这个也拖太久了吧？那如果我有资金上的需求怎么办吗？你可以像台湾一样拿了支票去做票贴，对，敌链也可以票贴哦，贴现就好了。可是贴现利率高达多少？8%到10%，给大家一个概念。现在来讲，台湾1年期的一个定存大概就是1%不到，我要弄到8%跟10%，而且呢，你还不是一般人可以去贴现给你的，你要找到敌链的一个供应商，你要找到其他的供应商啊，这个到最后会变成什么样？弱相残，我就是缺钱了。然后呢，你给我一个电子的一个凭证，电子凭证我要用钱，我要去贴现，贴现的话，我又只能找其他敌链的一个供应商。所以呢，你这些合作伙伴里面就变成怎么样？大家互相去周转，合作伙伴变成被通杀的概念。对，我给你东西，我要等一下，等10个月，然后等到180天，所有的人都被一个人杀。这个人是谁呢？就是比亚迪。比亚迪它就是唯一的胜利者，只有比亚迪它可以站在一个行业的制高点，你这些供应商全部都被它给蹂躏。所以呢，你想要用钱，你只能在这个敌链的生态系里面去拿的。好，那这样来讲的话，比亚迪也出来说了，我们怎么会是恒大呢？这个是李云飞是他们的发言人，他告诉大家说，你知道吗？供应商的付款周期，我们看看其他国内的车企，我们127天，
吉利127天，长城163天，上汽164天。为什么要特别的长城拿出来讲？那就是长城的魏董说你是恒大，你是汽车版新能源车里面的恒大。可是他把这个东西给算出来之后，大家讲说你真的只有127天吗？大家都已经叫苦连天，你怎么可能127天？大家算一算来讲的话，上汽曾经有过最短的天数是83天，对，可是那都是过去的事情了。现在大家来讲的话，一个比一个长啊！你现在来说的话，你要等上6个月才能够拿到货款，拿到货款的话，那你要提早拿到，你就要贴现。可是这个压力是非常大。当你比亚迪去弄这些 4S 店，去弄这些供应商的时候，那你就要想，4S 店是销售商嘛？销售商会去弄谁？我就不干了，算了，是不是？我先去弄谁？弄你的消费者。消费者，所以呢，你知道吗？最近为什么事情比亚迪会出事？因为呢，比亚迪去压榨他的销售商，然后呢，销售商之后，你想想看，如果有一天我买了很多的车，然后呢，你竟然从15万把我降价变10万，那我是没钱赚。所以呢，销货商他弄了很多东西，叫做3保。什么叫3保？3保呢，就类似说保险。保养，你多加一点钱。以前它的保固是3年，现在给你5年。可是你这些钱交了之后呢，这些钱都被他们拿去他用。所以呢，当这 4S 店跑路之后，人去楼空，甚至呢被砸了之后，每个地方都是空荡荡，连灯都没开。对，吸金了吧？因为以前比亚迪的车子好卖，它是爱国企业。可是当它车子卖不下去的时候，你要苛刻我的时候呢，我干脆就不卖了，我不搞了。问题是你比亚迪的消费者，我买了之后。我3保都已经交了，都加价够了。问题在那种情况之下的话，那怎么办？我就是浪杠之后，你弄到了消费者，消费者就要去维权，维权就会乱的话，中国就会生气。所以呢，现在来讲，为什么比亚迪会推上风口？你不可以搞这些事情啊！可是呢，它的最大的一个经销商呢，价格倒购。什么叫价格倒挂？我今天进货10万块，然后呢，你刚才那一款，你告诉我可以卖15万，我是赚5万，对，结果没想到你现在来说的话，你直接调成10万，哇，我的进货价格竟然比销售价格还要高，我卖一台赔一台，我为什么要？所以呢，告诉大家说，我就跑了。这个东西呢，全面协调已经协调不下去了，所以呢，在这种情况之下的话，为什么现在来说比亚迪会搞成这么样的严重？那就是因为你惹了太多人生气了。而且比亚迪现在到底有多惨？导播，我们看到这个画面。比亚迪的端午福利是什么？竟然是2个粽子跟1个水瓶。你不是全球第1大的车企吗？你端午节这个是搞什么东西？你看这个影片，看了真的是有点心酸啊！比亚迪可以说是行业的门面，新能源车的门面，然后呢一直告诉大家说我们要把这个员工福利干到最好。但是你想想看，端午节你至少给个礼盒吧，你竟然就是这样子给你2颗粽子，然后1瓶水，还有一个精美的水壶。对这个东西来讲的话，他觉得说哇，这个也太离谱了吧？你知道吗？一线工人拿的东西就是这个端午大礼包，人家有算过了，你1个粽子，1个纸巾，然后呢再1个这个咸鸭蛋。那有人讲说，这已经算不错了，因为去年更惨。为什么粽子上面要放一个硬币，告诉大家我老家吃的粽子都没这么小？所以现在比亚迪真正陷入到了一个状况，就是已经恒大化了吗？瑞德，今天有个新闻我非常的惊讶。我们都知道，在这个印巴战争里面，这个巴基斯坦部分霹雳15打下非常多的基。我们可以看到，霹雳15好像在一战成名之后，今天竟然传出这是亚洲防务安全的报道说，日本电子作战暨雷达专家跟印度取得了中国霹雳15的残骸，而且要进行导引头演算法去链路的加密。简单来讲，就是做一个逆向工程。然后现在中国都炸锅，说哇，我们的机密都要被偷了，这真的假的？那么事实上呢？这一次在印度跟巴基斯坦的空战里面呢，举世皆知。那么巴基斯坦用中国的歼10 C1的这个飞机，跟这个所谓的霹雳15E的这个空对空的飞弹，直接击落了大概3到4架的印度的飞机嘛。所以在空战的部分，它是全胜。对，但问题是它不是都靠霹雳15啊，只靠霹雳15，你要知道。为什么这个日本呢？这一次呢，那个传出这个日本的相关的专家呢，在印度的同意之下呢，把这个霹雳15E这个未爆弹直接交给他去逆向研究。那么你要知道，研究的不是我日本也要做一颗一模一样的霹雳15，不是这个样子的，
而是我要研究那么两段式的火箭脉冲跟相关的这个中共的里面的架构是什么。我知道你的架构，我就一样这个矛跟盾的意思，我就可以知道如何反制你的这个那个设计啊。对，所以这就是最主要的原因。不过霹雳15从这个短短的这个双方在发射飞弹的过程当中，竟然有好几枚的未爆弹，那就表示它的飞弹是有问题的。那么事实上为什么这样讲呢？因为呢，我觉得这次虽然小粉红自己很开心在那边自吹自擂，中共解放军事实上非常的自我克制。他们有大吹大擂，因为他如果用他的所谓的霹雳15的射程超过200公里，对不对？那么这一次事实上巴基斯坦所用的是外销版，外销版是那么霹雳15-1呀，大概只有140几公里的射程而已。所以呢，它预料应该是在那么印度跟巴基斯坦的边界发射的。对，那它会赢的缘故不是只有霹雳15啊？为什么？如果只有霹雳15的话，事实上流星飞弹这些也不输它嘛，法国流星飞弹这些，法国的标风战机也不输它嘛，而是巴基斯坦从空中的预警机一直到一条边的指挥跟电站的指挥，那么建立了奇功。而那么印度呢，这种有空中预警机，但问题是又法国的又俄罗斯的，所以它是非常杂乱的一个等于说杂乱无章的指挥体系，所以它输了。对，但是如果可以，那么从中破解它相关的这个等于说霹雳15的飞弹，中共现在都在用霹雳17啦，就比它射程比霹雳15还要更先进嘛。所以呢，事实上呢，那么最主要结果是这样，但是听说老共非常的不爽，对，也非常的不满，因为他说这是一个挑衅行为啊。那为什么是日本？因为报告大家，因为日本现在在防空跟这个所谓的反舰都有这个相当的这个进步呢。空射的飞弹部分呢，它也希望能够加强这3种飞弹，除了跟美国买战斧飞弹、巡弋飞弹自己来用之外呢，也来这个制造之外，他希望日本希望自己在飞弹的研发的部分呢，能够更加的精进。不过最近老共不是发表了一个歼10这个战机呢，那个近距离的这个缠斗的画面很惊险，然后非常的这个等于说好看吗？但我告诉各位，这一段呢是大内宣使用的，为什么？请问一下。既然巴基斯坦用霹雳飞弹在100-200公里外的就射出去了，哪来的近身搏斗？近身搏斗那已经是以前的飞机的概念，因为飞机的这个进攻的概念了。在现在的完全新科技的空战里面呢，你根本还没有看到对方的飞机，那么飞弹早就射出去，不是你死就是他亡，哪来的近身搏斗呢？宏观取材，厘清真相，犀利精准，深入剖析，时刻掌握关键，新闻时事不漏接。老时段，新气象，我是钟浩和，关键时刻2.0全新出击。